说到装修这个事，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至少一次，甚至好几次。那你们家在房子装修这个事上分歧大吗？毕竟房子要一家人住在一起的，要想装修进行的顺利，首先不能一言堂，但也不能每个人都有主意，不然真的会打起来。拿小编举例，当初小编仗着有些家装常识，便想着按照自己思路装的都是对的，但家里人不同意，毕竟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就也表面屈服了。但是入住后，这些设计细节真是让我始料未及，越用越实用啊！真的香，很想说，再装新房我还这么装：一、入户门贴膜改色。当初装房子的时候没有更换入户门，因为觉得地产商给配的入户门质量很好，家里人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颜色太老土了，是猪肝红色的，跟装修风格不配。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是在门口，不影响什么。入住之后是越看越突兀，就想换个门，家里人不同意，说几十块就能搞定的事，非得花冤大脑袋钱。果然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贴完跟换个门似的，又便宜又实用。有改色需要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。小编家里选的是汽车贴膜改的色，缺点嘛还是有一些的，门造型处会有一些贴合不完美，但可以接受。优点还是蛮多的，省钱就不说了，贴膜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，没有味道。刷漆的话会有味，而且后期不喜欢了，把膜撕掉换一张贴纸，又变一扇新的门。二、满墙电视柜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客厅背景墙是要用岩板做造型的，还是家里人不同意，原因是嫌家里储物空间少，再加上隔壁邻居家做了满墙的电视柜，又有收纳效果还好看，所以我的想法直接被 pass 掉了。但是使用之后是真的香啊！原来想着家里能有多少东西需要收纳，怎么就能不够装？事实是不要小瞧家里人的购买及囤货能力，真的很能装，简直可以比拟一个储藏间的收纳能力。做的无拉手设计，整体效果完整，显着很大气，跟风格相得益彰，也不会觉得压抑。小编真心建议，家里柜子能多装一定多装，越多越好，后期过起日子来，你一定会感激我的。三、万向水龙头。当初装修时选的是普通的水龙头，入住后小编就想给它换成可抽拉的水龙头，想着临时洗个头和清理手盆的边边角角，多方便多实用啊！但家里人不同意，嫌贵又嫌费事，直接在网上买回来这个万向水龙头。用过之后，小编只能感叹一句，用着真香。万向水龙头可以随意旋转固定，不像抽拉水龙头还得一只手拿着龙头才能洗头，刷牙也可以不用漱口杯了，直接活水漱口，主要才10几块钱，真是经济实惠，便宜好用。四、金属踢脚线。说到地踢脚线这个事，真是当时装修选材跟家里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了。我主张用实木踢脚线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家里人不同意，说我是土老帽，现在装修都用金属踢脚线。果然装上效果非常洋气，颜色也比较全，各种各样的，而且偏哑光，非常有质感，实用性也是蛮多的。它不仅防潮防水，关键还防火，最主要环保安全。后期如果需要拆卸，卡扣式设计也很方便。五、极简地轨推拉门。关于厨房推拉门，我的想法是做吊轨推拉门，原因是好收拾卫生，而且地面瓷砖完整性好。家里人强烈反对，理由是担心有掉落风险，而且封闭性一般，做菜时油烟会跑出去，并且推拉次数多的情况下还有晃动的情况。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极简的地轨滑道门，一下子就把困扰我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种极简的滑道是直接在地砖上开槽，然后把极窄的地轨放进去，既好打理卫生，封闭性也好，还安全稳定，真心推荐。六、橱柜免拉手柜门。家里之前的橱柜都是带拉手的，时间长氧化变色，油烟熏的，还有卫生死角，最主要现在不流行了。本来橱柜厂家推荐的是反弹器开门，感觉不错，但家里人反对，理由是查阅网上资料，评价都不太好，反弹器不灵敏，后期干脆失灵了，诸如此类的评价比比皆是。后来直接选的门板延伸的做法，还省了不少配件钱，后期效果真的不负众望，不仅干净整洁，颜值高，又特别好打理卫生，整个厨房空间更加宽敞大气。最后小编建议吊柜地柜一个颜色，这样整体颜色更配套。七、金属衣柜。卧室不大，还想拥有衣帽间的朋友看过来，强烈推荐大家尝试金属衣帽间，我也是被家里人成功安利的。原先想着还是做个衣柜就行了，结果被家里人教育了，告诉我现在都流行装金属衣柜，
后期效果和实用性真的超出预期，增加了至少1倍挂衣空间，同时省去了不少叠衣服的时间，也不用担心衣服褶皱的问题了，并且一开柜门，衣服在哪一目了然。同时，金属衣柜在成本上也大大节约了预算，差不多2平多的面积，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。最主要也没有甲醛问题，又省钱又安心，颜值也不输正常隔板衣柜。装修房子真的是一个大工程，里面的细节也是不胜枚举。以上这7个小编家的装修细节案例，真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启发和借鉴，同时帮助你提升居家的幸福感。装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，因为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，如果一些细节没做好，后期很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说，装修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，有些重要的施工节点，往往都是工人喜欢偷工减料，业主最容易踩坑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关心，等到入住后才发现，到时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家里装修一定要紧盯的8个地方，不管你是找装修公司还是自己装，这些地方施工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场。1. 盯房屋拆改。很多人对装修拆除环节并不重视，觉得包给装修公司或工头，自己就不用管了。但实际上，在装修拆除环节，如果施工不到位，或者保护措施没做好，后期的安全隐患极大。所以，咱们现场要紧盯，不要拆错，千万不要破坏房屋的承重墙、承重梁等地方。另外，在项目施工前，必须要提前把拆除区域的管道、下水口做好保护，避免装修垃圾砸到管道，或者掉落进下水管造成堵塞。2. 盯卫生间回填。很多不负责任的装修工人会用建筑垃圾回填卫生间，这种做法也非常普遍。什么破碎的石膏板、碎石块、施工剩下的边角余料，甚至是现场的垃圾袋，如果不去现场，你根本无法想象卫生间底下都是些什么东西。所以，在这个项目施工的时候，一定要问清楚卫生间的回填材料是什么，遇到不安全的、不合理的、不合规范的，立马制止。3. 盯材料进场。无论是装修涉及到的主材还是辅材进场，都必须亲自到场验收，特别是涉及到的一些隐蔽工程材料，比如电线、水管、石膏板、腻子粉、防水涂料等，都要拿着当初你签合同时的材料单一一核对，包括核对品牌、核对型号以及数量，检验是否有调包或更换情况，并且要及时抽检，并且查验防伪，因为这部分材料等你装修完之后很难发现不符情况，等后期出了问题，一切可就晚了。4. 盯水电交底。水电现场定位的时，一定要盯紧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水电师傅一般都是按照最常规的方式去布置点位，师傅往往不会想到你的一些特殊需求。所以，现场一定要盯紧水电点位是不是合适，核对所有的水电点位没问题的再施工，包括插座的高度是否合理，数量够不够用，位置是否会被家具遮挡等问题。否则，后期更改劳民伤财，也会给入住后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。5. 盯防水施工。防水的重要性大家都懂，这个项目如果施工不到位，不仅会影响自家，严重的还会影响到邻里关系。首先，防水材料务必要按照墙钢地柔的形式来做，墙面刚性防水，地面柔性防水，不能只用一种。其次，卫生间湿区防水高度一定要做到 1.8 米以上，其他位置地面反50公分。另外，防水至少要刷2遍，一遍刷完之后，必须要等到干透之后再刷。还有，防水施工完闭水实验要48小时，尤其是要观察马桶、下水管的位置，不能漏水。最后还要亲自到楼下的邻居家看一看，卫生间顶面不能有任何漏水渗水情况，否则防水要重新做。6. 盯瓦工铺砖。现在的瓦工师傅都太有想法了，你不交代清楚，他就给你自由发挥了，往往怎么省事怎么来。所以说，在瓦工施工的时候，不是盯铺砖的过程，而是要盯着几个关键点。第一，铺砖前一定要在现场按照瓷砖的铺贴图纸现场1:1进行排版，确保完工后的效果以及最大程度的不浪费砖。第二，要提前和师傅确认好卫生间和厨房区域，墙地要通风铺贴，瓷砖仰角要做海棠角处理，不要用瓷砖仰角条收边。第三，卫生间地漏要做回字形，还有确保地漏处于地面的最低点，防止淋雨时地面积水。第四，如果做壁龛要做坡度，卫生间门是要做单包门套还是双包门套，也要提前交代清楚。以上这些细节都要在瓦工施工前确认后，最后按照瓦工验收标准进行验收。7. 盯油工刷墙。墙面施工不到位，不仅会影响施工质量，还会影响到整体的装修效果。
油漆师傅主要涉及到墙面大白和乳胶漆两部分。首先，墙面刮白前，如果房子墙面和顶面有腻子的，一定要铲除干净，不然后期肯定会大面积开裂和起皮。另外，有些工人为了施工快、好干活，往往会在腻子粉里面加大量的胶水。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制止，不然环保就是个大问题。刷乳胶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现场，特别是带色乳胶漆，色卡和实际效果不一定完全一样，不现场看的话，很容易翻车。所以刷之前让油工小范围涂刷试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再进行大面的涂刷。8. 定制柜安装。成品定制柜讲究的是3分看产品，7分靠安装。再环保的板材，再好看的花色，如果安装不到位，也是白搭。而且定制柜的安装质量和标准，也直接决定了后期使用是否方便。很多细节处理也会直接影响整体美观性和效果。所以说，在这个项目施工时，自己千万不要偷懒，在紧盯安装的每一个细节，遇到问题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，要第一时间处理，不要仁慈和纠结。特别是发现现场安装和后期使用有冲突和使用不便的情况，要马上叫停，与定制商家或设计师沟通好后，再进行接下来的安装工作，这样才能确保最后的成品效果。结语：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，不要觉得自己是外行就想当甩手掌柜，即使自己不懂，也要多去盯现场，往往你在现场对工人也会起到威慑作用。虽然装修需要盯的事情很多，但只要把握好大方向，同时注意小的细节，这样一定能达到很好的装修效果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咱们就是普通家庭赚钱都不容易，所以一定要把钱都花在刀刃上。有些装修材料够用就行，真没必要一味追求最好的、最贵的，导致后期装修预算无限超支，得不偿失。瓷砖买瓷砖没必要多花钱，并不是让你买杂牌砖、便宜砖，而是一般家庭不必追求一线大牌，甚至进口砖。其实大家完全可以选择国产2、3线品牌的优等砖，质量品控同样有保障，而且还可能买到和一线品牌同一个厂、同一个设备生产的产品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品牌定位和知名度不如大牌。小东建议不推荐大家买一线品牌的特价砖，这类产品很可能是代工生产的贴牌货，或者花色已过时。还有，瓷砖想省钱，墙砖可以考虑性价比最高的瓷片代替。2. 乳胶漆，很多人一听到漆就觉得不环保，担心装修污染，花大价钱选择进口漆、儿童漆。其实买乳胶漆，一般家庭选择国产漆即可。环保方面，只要认准国标10环完全没问题。只要是正品乳胶漆，上墙粉刷57天干透后，基本没味道。小东建议不推荐大家选择儿童漆。儿童漆和普通漆相比，只是 VOC 含量少一点而已，质量可能还不如普通漆，价格却是普通漆的好几倍。儿童漆这种贩卖焦虑的东西，真没必要买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记住，买乳胶漆一定去官方店或者授权店选购，避免买到假冒伪劣漆或是翻桶漆。3. 灯具，为什么大家都说灯具是暴利行业？主要是线下灯具商家的仓储库房、租金店面、运营成本、运输破损等综合费用太高，导致灯具明明出厂价很便宜，但转手卖给你，价格就会翻了几倍。灯具只是用来照明，只要是带3C 认证，安全有保障，没必要买太贵的。小东建议，灯具想省钱，你可以直接网上买，认准广东中山产地的质量，一般不会太差。中山古镇是国内最大的灯饰批发城，很多线下代理商也是直接在这里拿货的。记得网购时一定选择破损包陪包安装的。4. 水管加装，选择普通 PPR 管，价格不贵，性价比最高，一般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。很多装修公司为了追求更高利润，推荐业主花大价钱买进口管，甚至是买什么纳米抗菌，管你多花的钱就是在交智商税。小东建议，水管属于隐蔽工程，后期出了问题，维修维护都很麻烦，所以建议要选择一些口碑不错的大品牌，质量更有保障。记得要选择冷热水管通用型，性价比高，更耐用。5. 背景墙，各种大理石背景墙，或者是岩板加木格栅背景墙，动不动就上万，烧钱不说，时间久了还容易看腻，过几年想换还舍不得，也不知道当初图个啥。其实越是流行的东西，淘汰的就越快，越简单的反而越不容易过时。背景墙说穿了，只是为了衬托电视的一面墙，花钱太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小东建议：1. 家里人口多，孩子多，可以把电视墙做成一面墙的装饰收纳柜，既起到装饰效果，还能收纳储物。
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二，想好看不过时，就直接一面墙漆，下面做一排悬空的抽屉柜，挂上电视或投影，经久耐看，10年20年不会过时。其次，你可能会问，为啥抽屉柜要做悬空设计？因为颜值高，柜子不落地，也方便后期打理卫生。6，吊顶房子层高低于2.7米的，真的没必要做吊顶，降低层高不说，还浪费钱。拿100平的房子举例，木工做吊顶基础材料费至少2000，施工成本费2000，如果做2级棚吊顶费用还会更高，这个钱花得非常不值，住在里面还会觉得压抑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家里安装中央空调或风管机，完全可以做局部吊顶，满足功能即可，还能省下好几千。另外，觉得顶面太单调，可以选择做一圈双眼皮石膏板，耐看、省钱还不过时。其次，双眼皮吊顶最佳尺寸：1层12毫米厚石膏板，2层用双层9毫米石膏板，错层3厘米，按照这个尺寸做出来的效果最好看。7，玻璃门衣柜首先做玻璃柜门，通常价格就很贵，差一点材料的几百一平，质量好、颜值高的，甚至达到几千元一平。其次，要想效果好看，必须加上氛围灯光做衬托，而且里边的衣物陈列摆设还得精挑细选，否则就会显得特别的凌乱，毫无美感。还有，玻璃制品是典型的指纹收集器，沾指纹沾灰特别不好擦。小东建议选择普通的平开门，实用不说，价格还比玻璃柜门省一半，性价比最高。其次，衣柜门做成顶棚离地，一门到顶形式，颜值不输玻璃门。还有，尽量选择纯色，不要选套色，看起来更高级。最后，小东给大家总结一下，装修想要不过时，还是尽量要以简洁实用为主。轻装修、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，其实很多地方并没必要投入太多，甚至根本就没必要做，能省则省，这样还能减少踩坑的几率。新房装修，不管你是自己装还是找装修公司装，这8种材料很容易被偷工减料，而且等到后期真正入住后，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，所以千万不能忽视。因此，如果你不想被坑被宰，后期生活很糟心的话，小东建议你这些东西自己买。1，玻璃胶商家为了降低成本，大多都会给你用的都是廉价质量不太好的密封胶，有的甚至会甲醛超标，基本上都是刚装完的时候，你看不出什么大毛病，但最多用上2、3个月问题就出来了。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开裂、脱落、发黑、发霉等现象，尤其是经常接触到水的地方，比如水槽、马桶、台面等等需要密封收边的地方，小东建议，所以一定要自备防霉密封胶，后期使用寿命长，千万别不舍得花这点小钱。对环保要求高的，建议选择0级防霉密封胶，比如西卡、瓦克、道康宁都可以放心用。2，角阀不管你家装修是半包还是全包，涉及到角阀质量一定要把好关，它关乎到家里所有用水的地方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不仅自己家受损失，还有可能邻居家都跟着遭殃。很多装修公司自带的角阀主体一般是锌材质的，阀芯也是普通的橡胶材质，这种角阀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生锈、渗透甚至爆裂的问题，安全隐患极大。小东建议角阀可以自己在网上买，选品牌的也就20、30块一个，比如潜水艇、九牧都不错，记得选不锈钢主体、陶瓷阀芯的，家用个1、20年都用不坏，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，把钱用在刀刃上。3，止逆阀如果不想入住后日子过得糟心，提醒你厨卫的止逆阀一定要上点心，否则可能会天天闻别人家的饭菜味以及卫生间发出来的臭味，尽量不要用商家赠送的，一般质量都不会太好，还有一些开发商已经安装好的，质量和标准也不好说，所以还是建议你自己买，质量更放心。一般来说，买一个价格在180块左右的，选择 ABS 材料的就够用了。小东建议止逆阀最好在家里贴砖之前买回来，等瓦工施工的时候让师傅顺手就给安装上了，记得一定要安装在瓷砖上，密封性更好。另外，要确保卫生间浴霸换气的排风管连接在止逆阀上。4，燃气热水器辅料，家里装修如果选择安装燃气热水器，建议一定要自己提前准备好辅料，不然回头等安装的时候，光是材料费就能多坑你5、6百。因为燃气热水器可不仅仅是买个机器就完事了，想省钱不想被坑，可以提前问商家都包含什么，
比如是否带角阀以及波纹管、排烟管各多长的，然后再去购买不足的辅料。小东建议安装燃气热水器辅料至少要准备2个角阀或者球阀，2根水用波纹管1米的不锈钢排烟管，适量长的燃气管。另外，燃气热水器更推荐大家买球阀，因为球阀相比于角阀出水量更大。5. 地漏是装修中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东西。其实后期卫生间反不反胃，有没有小飞虫都是他说了算。很多装修公司给你用的还是普通的 PVC 地漏，这种地漏的质量很差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反臭味，而且下水慢，到时候卫生间味道很大，你还找不到原因。小东建议，所以地漏一定要自己买，材质不管是不锈钢还是纯铜的，质量都没问题。阀芯选择 T 型侧排的即可。深水封虽然防臭效果好，但下水慢，磁悬浮的容易卡头发，价格还贵，没必要。品牌方面，比如潜水艇还有摩恩都不错。不考虑价格的话，也可以看看反必可。6. 瓷砖胶，只要你家有瓷砖上墙，就一定要用到瓷砖胶粘贴。但是这里有个细节，很多人不会注意，就是不同大小的瓷砖需要用到瓷砖胶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装修公司一般图省事，都会给你用最基础的便宜的瓷砖胶，时间长了，瓷砖裂缝明显不说，还可能会掉砖，万一砸到人或物可就麻烦了。小东建议瓷砖胶品牌方面，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大品牌的，质量和环保更有保障，比如德高、立邦、雨虹等。我把不同尺寸的瓷砖对应的瓷砖胶型号整理了下图表格，大家可以直接照着买。7. 美缝剂，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踩坑，主要是美缝剂产品市场混乱，杂牌、贴牌货太多，施工队经常会以品牌的名义加收材料费，但实际上给你用的都是便宜而且质量很差的产品，方便他们从中赚差价，所以还是建议自己买更放心，只要认准环保执行标准，基本没问题。另外，施工方面也可以尝试自己做，网上有很多教程，非常简单，搞不好可以省下好几千的人工费。小东建议瓷砖美缝一定要选择和瓷砖相近的颜色，美缝存在感越低，效果越好。另外，白色美缝剂不要选，时间长容易发黄。还有，反差色只适合小尺寸的砖。品牌方面可以看看格高、卓高、皇氏工匠，价格选择在70-8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。8. 五金铰链，不管你家做橱柜也好，做衣柜也好，都会用到柜门铰链，而且用量很大。无论你选品牌定制也好，还是当地小工厂也好，一般铰链和五金都是需要额外算钱的。但是同样品牌的东西却比你自己买要贵很多。目前在高端的定制品牌用的基本也就是百龙、海力士这些牌子的五金。如果给你用的五金件品牌都没听说过的话，那更要自己去买，不然质量得不到保障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坏。小东建议，其实除了开门铰链，还有抽屉、拉篮等这类五金都可以自己买，认准品牌，至少省下1半的钱。追求性价比，可以看看国产东泰、汉高、海福乐这几个牌子都很不错。说在最后，之所以小东建议这些东西要自己买，帮大家省钱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入住后给生活上带来的很多麻烦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也应该本着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像我遇到过很多业主，在装修前期就已经打算把开发商这个东西换掉，那个东西换掉，没等开始装修呢，大几万块就已经投入进去了。小东在装修行业也入行10几年了，以我的经验来说，如果是普通家庭装修，其实有些地方是没有必要进行更换的。全部更换的话，不但装修费用会增加很多，而且换了之后也未必就比没换的好。本期就和大家说说开发商自带的东西哪些不需要换，教教你如何省钱，还不会影响装修质量。1. 入户门，我发现很多人没开始装修呢，就想着把入户门换掉，给出的理由无非是担心质量不好，不够安全，或者是颜色和样式不喜欢。在我看来，打算换入户门的业主就是为了撑门面，根本不涉及到质量和安全问题。因为开发商带的防盗门在质量方面，无论是材质、防火阻燃以及耐用程度等，都是符合消防部门验收标准的。其次，安全性也取决于门锁，比如有陌生人想进入你家，只能撬锁，不存在暴力拆门。所以，与其花上几千块钱换一个门，不如花几百块钱买一个锁更安全。至于样式的话，在我看来，反而是越朴素越好，这样还会降低被盗的风险。如果仅仅是颜色不喜欢，那就更没必要换了，可以后期做各门改色的处理。2. 窗户。说完入户门，我们接下来再讲讲窗户有必要换吗？现在开发商交付时自带的窗户，
一般就是2种材质，常见的就是断桥窗和塑钢窗。如果你家的窗户已经是断桥窗户了，我的建议就不需要更换了，因为断桥窗在保温和隔热性能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。可能有些业主会说，我换成更厚的材料，换成3层或加胶玻璃，又或者是更贵的系统窗，不是更好吗？当然，性能方面会有一定的提升，但是装修费用也会增加很多，而且还要承担风险。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，从建楼的角度，一般是先安装窗户，然后再做保温防水，再打胶，这样的话，它的防水效果会更好。如果我们后期换了窗户之后，这个防水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，后期很容易出现漏水的情况。如果是塑钢窗的话，也不用过于担心质量问题，因为在耐用程度方面也是经过国家验收的。除非你的新房是紧邻闹市区，或者是在铁路机场附近，外部环境噪音比较大，长期居住再考虑更换。3. 电线、水电改造是基础施工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有些装修公司会说，开发商电线怎么不好，挑毛病说这地方线粗了，那地方线细了，让你全部换掉。部分业主因为没有装修经验，只能听信这些话，结果在改水电这上面多花了大几千。正常来讲，开发商的电线绝对是符合国标范围的，因为它也是需要验收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考虑的是断点改就行了，根本没必要全部换掉。比如说一些特殊环境，像厨房和卫生间会经常性的使用一些大功率的电器，我们单独走一根4平方的线，后期用电会更安全。其他位置像客厅和卧室，完全可以保留开发商的电线，选择断点改就行了。有些装修公司会把灯线都给你换成4平方的，说穿了就是想多挣你的钱。如果是二手房翻新，所住房龄过老在10年以上，处于安全方面的考虑，建议电线全部更换。有些新人业主可能会问，那水管要不要更换？水管是可以换的，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品牌水管，一般商家都会给产品一个50年的质量联保，而且安装完还会上门免费做打压测试和质量验收的，这样后期我们用着也更放心。4. 地暖，像我们北方城市，开发商交付我们新房的时候都是有地暖的，很多业主会觉得开发商用的是工程管，担心质量不行，觉得地暖后期用起来有可能会出现漏水的这种情况，所以打算把地暖砸掉换成新的，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。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的理由。首先，如果你换成新的话，额外需要花很高的一笔费用，比如说砸掉地暖的人工费、垃圾清运费、地面找平费等等。有一些水电师傅为了多赚2个钱，所以会劝说你把这个地暖全都砸掉。其次，一般来说，如果是正规的开发商，他走完的地暖管质量上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地暖施工完成的时候，会有相应的部门去检测验收，验收合格之后，他才可以去做保护层，所以可以完全放心使用。并且这个小区如果说同时供地暖的话，不会因为咱们一家出现地暖不热这种情况的，而是整体都会出现。所以说地暖的话，整个小区如果说集中供暖不好，你换也完全没有必要。如果说你真的担心供暖不热的话，完全的可以把家里面的分水器换一换，因为开发商自带的分水器一般没有我们在市场上买的品牌分水器好。结束语还是那句话，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该省的就得省。以上这4样东西你不去换它的话，你在装修里面会省下一大笔费用，而且装修完的房子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。装修真是个心力憔悴的过程，历时半年时间，大大小小的坑也踩了不少，好不容易熬到装修结束入住以后才发现，坑比装修时还要多。下面就给还未装修的朋友说一下我装修踩的这9个坑，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，及时避开。1. 哑光砖不好打理。哑光砖质感突出，装修前看了几个哑光砖的效果图，心动的不得了，于是装修时果断选择客厅通铺。说实话，价格真心不算便宜，但入住后才发现，哑光砖磨砂表面都是孔洞，但凡有个水泥污渍，想擦干净很困难，各种清洁剂都用过，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去不掉。另外，摩擦力也大，你想拖地不费点力气，根本都拖不动。而且地面只要是干的，就会灰蒙蒙的，显得特别脏，简直会逼死强迫症患者。2. 客厅装了投影幕布，跟风客厅装了100寸的投影幕布，看起来确实简洁大气。实话实说，大确实大，但是观影的体验感很差，白天必须拉窗帘，否则就会像我家这样看不清泛白。晚上想要清晰度，就必须关灯，不然那投影的画质真的很差，常常是外边一片静好，阳光灿烂，但你想要看个电影，就必须要放弃这些。奉劝大家，客厅装投影幕布只是装饰品，清晰度绝对比不了电视。
投影仪真的只适合卧室。3. 安装了岩板一体盆，配合我家极简风格的装修，简约高颜值的岩板一体盆，那是必须纳入装修列表的。好看、颜值高是岩板一体盆的优点，可以说除了好看，它是一无是处。所谓的岩板一体，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体，就是几块岩板拼接粘在一起的。这种盆一般都切割得很平整，简直是藏污纳垢的天堂。因为四周没有弧度，导致它排水困难，几天不擦就盆底发黄，周边全是水垢，而且轻度清洁对它根本起不到效果，每次必须拿刷子和专门的瓷砖清洁剂一点点刷，才能把它刷干净。4. 黑色花洒一击水垢。当初为了追求花洒颜值，黑色真的是颜值天花板，又因为跟我家装修风格颜色也很搭，果断入手。结果入住仅仅用了3个月不到，就被现实打脸了，洗不掉的污垢真的是恶心到家了。亲身体验，黑色卫浴产品绝对不适合水硬的地区，说擦擦就干净的，那是不理解我们的痛。这玩意得天天拿醋或草酸一点点的擦，还不敢用钢丝球，怕掉漆。下次装修哪怕颜值再高也不会选了，致命伤就是一流水垢。5. 长虹玻璃颜色没选对。近些年网上铺天盖地种草的卫生间长虹玻璃门，对于高颜控的我来说，那也是必须安排上。但是装完之后是妥妥的翻车了，样子是又丑又绿。现在才知道是当初玻璃没选对，普通长虹玻璃它都是发绿的。所以奉劝大家，想做长虹玻璃的一定要提前和卖门的商家交代清楚，你要的不是白玻璃，也不是普通玻璃，而是超白长虹玻璃，错一个字都会翻车。另外，卫生间要用双层玻璃，外边做透明的，里边做磨砂的，才能保证透光不透人的效果。6. 窗帘选了拼色，是真的丑。本来喜欢纯色，但商家一直推荐用拼色，说是流行，当时脑子一热就定了。装完一点高级感没有，颜色更不用说了，简直是丑到家了。现在还在纠结是用个几年，还是马上换掉呢？在这里也奉劝各位，尽量别选拼色窗帘，拼色对软装搭配的要求很高，没选好就会很 low， 一般人真的难以胜任，很容易翻车，不如纯色加白纱，百搭不说，还永不过时。7. 墙面后悔装了硅藻泥。我家墙面全屋硅藻泥，虽然硅藻泥有很多争议，但考虑到它自身材料确实很环保，还有很喜欢它粗糙的颗粒感，但是入住一段时间后还是后悔了。首先，硅藻泥不能碰水，也不能用湿毛巾擦，不然就会掉色，脏了只能用掸子掸或者用橡皮擦。其次，不小心磕一下就掉皮。另外，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积灰，还有轻微开裂的现象。总之，问题还是挺多的。如果再选择，还是觉得刷乳胶漆比较靠谱。8. 白色美缝剂做不好会有黑边。我家厨房瓷砖选的是白色，看网上很多白色瓷砖配白色美缝，就喜欢那种浑然一体的效果。结果师傅做完后，我发现黑边非常严重。师傅解释说，白色瓷砖配白色美缝，黑边无法避免。后来问了专业师傅，他说黑缝主要原因，一个是缝隙清理不到位，第二是瓷砖贴的不平。奉劝各位，白色瓷砖尽量不要选白色美缝，真的太容易翻车了，考验贴瓷砖技术，清理技术太难了，真的。如果没有绝对的信心，别搞白色配白色。其实白瓷砖配灰色美缝也很好看。9. 实木地板太娇贵了。我家卧室铺的是纯实木地板，虽然价格贵了些，但毕竟档次高，脚感好，关键是比普通木地板更环保，纹理也自然好看。刚铺装完的时候甚是喜欢，但说实话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娇贵了。比如受力面积大一点，像我家的床刚搬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床腿才坐上去就是一个坑。还有它这个表面特别不耐磨，拖拉家具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，一不注意就会划得一道一道的，除了心疼还能怎么办？以上这些踩过的坑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经验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在装修时少走一点弯路。